被酒鬼继父赶出家门的小麦这样子生活。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小麦背着他的竹篓走在种满果的地里，不一会来到一片种满菠萝蜜的地上。今天他将收获菠萝蜜拿到集市上售卖。菠萝蜜挂满枝头，只见小麦用手指轻敲着菠萝蜜，探身去听着菠萝蜜被敲击发出来的声音，以此来辨识菠萝蜜的成熟度。然后合适的菠萝蜜被小麦用双手托着底拧了下来，小麦就在这地里挑选着，遇到成熟合适的就拧下来，先放到树下。小麦在一棵树下往上瞧，看到树上有漂亮的菠萝蜜，小麦脱掉水鞋放在树下，本想爬上去，但感觉外衣碍事的他又脱掉了外衣挂到了另一棵树上。只见小麦抓着菠萝树一点点往上爬起，来到树上，小麦试了下成熟度，然后拿起挂在脚上的硬包装绳绑在了菠萝蜜的枝干上，然后用力地拉扯着，在树上不好发力，又怕没抓住直接掉下去，小麦弄了许久才把菠萝蜜摘掉，边手抓着硬的包装袋把沉重的菠萝蜜从树上掉到地上。手也被包装袋割伤。对于独自生活的小麦来说，这并不算什么。小麦继续在树上查看是否还有成熟的菠萝蜜，确认没有后，他小心翼翼地从树上爬了下来。最后他把摘下的菠萝蜜都放进了篓子里。满篓子的菠萝蜜有些重，但小麦依旧吃力地背起来。装不进篓子的还要用手提着，然后他就朝着集市的方向走去。虽然背着重重的菠萝蜜有些吃力，但他依旧地朝着集市前进。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早上，小麦的辛苦可想而知。来到集市的小麦在路旁开始摆摊，他先是铺下蛇皮袋，然后把菠萝蜜一一从竹篓拿出。他又去借来一个秤子。一个聪明的女孩知道如何吸引客人，她把一个菠萝蜜对半切开，用以展示。那对半切开的菠萝蜜肉质饱满，色泽诱人，清甜的香味扑面而来。小麦就这样开始售卖菠萝蜜。他蹲在地上，手上拿着从身后摘来的芭蕉叶，遮挡着阳光，看着往来的人群。不多时，一位男子来到摊位前，与他交谈，询问了小麦价格后，便和小麦买了一个。他总是笑眯眯地向路人推销自己的菠萝蜜，而那些被他诱惑的人总是掏出钱买上一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麦的菠萝蜜卖得越来越快，只剩下3、4个了。有的顾客需要试尝的，小麦也会剥开对半的那个给顾客品尝。小麦还细心地帮助有需求的顾客，把菠萝蜜皮都剥掉，只留下诱人的肉。小麦就这样站在越南的街头，用他挑选的菠萝蜜和他满满的热情，为走过路过的人们带去一丝甜蜜。尽管天气很热，让人汗流浃背，但他毫不畏惧。毕竟这是他选择的生活，也是他热爱的生活。随着太阳落山，小麦的菠萝蜜也快卖完了。他把摊子收拾整齐，剥下的菠萝蜜皮被他仔细地装进袋子里，余下的半个菠萝蜜则被轻轻放入篓子中，然后把衡量菠萝蜜重量的秤子归还给主人，结束今天的工作。背着几乎空了的菠萝蜜篓子，小麦觉得它一点也不沉。映入眼帘的是回家的路，走过这条路已经不知道多少遍了，每次都不觉得累。很快他就回到了他的小屋，小麦先去清洗了手，
然后在地上铺上了蛇皮袋，拿出今天剩的菠萝蜜。忙碌了一天的他也需要补充体力，他拿来砍刀，把菠萝蜜细的分成几小份，留了一半在竹篓里，另外的一半小麦把它剥成小块，放到了碗里，再把今天的买来的酸奶打开倒进去。菠萝蜜的香甜和酸奶的酸爽交织在一起，既能满足口感的享受，又能提供必要的营养，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简单而美味的甜品。做完这些事，小麦拿出了前一天的剩饭，开始在剩饭里加入些许小鱼干，试图做一顿味道不错的小鱼干炒饭。没过多久，家里的小猫就闻到了令它垂涎的香气，对着小麦叫个不停。看着欢快的小猫，小麦笑了笑，摘下一片叶子，把一部分小鱼干炒饭倒在叶子上，让小猫尽情享用。这一刻，小麦的心中充满了爱意。然后，小麦捧起他的水盆，盆里装满了清水，搬着重重的一盆水，步履稳健地朝他几天前刚刚翻好土的地里走去。那片小小的土地代表着他的期望，他一手扛着水盆，一手给那片土地浇水，同时他还会不时地盯着那些已经长出嫩嫩芽的菜，看着那些翠绿的嫩芽，小麦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。这就是他看到自己付出的努力成果的表现，也是他对未来丰盛收获的憧憬。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落，小麦便握住了的砍刀，走出了家门。他的目标是深山里的竹林，那里枯干的竹子就是他这次的目标。小麦踏上了那条通往竹林的小径，这条路他走得熟稔的不能再熟悉，沿途的风景他已经记得清清楚楚，而这个清晨没有丝毫的例外。经过片刻的行走，翠绿丛生的竹林已经出现在小麦视线中。来到竹林小木，就开始挑选那些干了的竹子下手。小麦刀砍着竹子，砍下来一条放到一边，又继续另一条。小麦早已熟练无比。不到一会功夫，就砍下来10几根竹子，他把竹子都放到一堆。随后去砍了一条细长的树枝，他把那根树枝皮都剥了下来，把它们接在一起放到了地上。他要用这个树皮把竹子都捆起来背回去。只见他准备好树皮做的绳子后，他把那些砍下来的竹子都分成了一样的长度，便于捆绑。就这样，小麦绑好了一大捆的竹子。他吃力地背起竹子往山下走去。然而在蜿蜒的小径上，山路险峻，泥泞湿滑。尽管小麦步履细心，但在一片湿滑的地方，还是不小心摔了下来，双膝痛得心疲地跪在泥土之上。他用手撑着地，用力地站起，四肢发颤地走到一个大石头旁坐下来。从小麦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的膝盖如何疼痛，皱眉紧锁，脸色苍白。但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停下，小麦鼓起勇气站起，在疼痛中扛起这些竹子，一瘸一拐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经过了长长的一段道路，在家门口的坡上，他的脚疼痛无法承受，只好临时把竹子放下，稍作休息。
在短暂的休息后，小麦又重新拾起那些竹子，手撑着芦竹制成的护栏，步履蹒跚，每走一步都痛得让人忍不住咬牙。然而他还是坚持着，终于登上了那个小山坡，把竹子放在了堆柴火的地方。那个瞬间分明可以看出，他连放下竹子都显得吃力。回家后的小麦然而找不到片刻的清闲，他首要的事情是处理膝盖的伤口。他在冰冷的流水下洗刷掉淤泥和污垢，面孔因为疼痛而变得清白。他边清洗伤口边有序地进行检查，小心翼翼，生怕会有较大的损伤。处理完毕后，小麦便一步至坡地，寻觅些许草药。多年的乡村生活已让小麦对这些自然之理熟悉，他知道哪种草药温和补益，哪种草药可以止疼消肿。在查询中，他丰富的经验告诉他，有些草药是靠目力无法分辨的，那便需要用鼻子去闻，去分辨其香气坚韧还是弱小。小麦将好不容易收集到的草药清洗后，小心地包进头巾里，然后放在木头上，用刀柄不停地敲打，让草药中的药液慢慢释出。这一操作简单快捷，有了草药的支持，小麦来到床边，将那包草药敷在膝盖上，并用头巾将它们固定在一起。这一步做完，一阵扑骨的疼痛逼得小麦只能躺在床上。他闭上了眼，静静地面对着疼痛，然后开始了他的休息和恢复。小麦这孩子真是命苦，昨天还摔了一大跤，好在经过一整天的休息，身体恢复了一些。然而为了生活，他还是早早的清醒，动手制作了一个简单易用的抄网和一个小的竹编鱼篓，用绳子绑起来背在腰上。只见小麦来到一条小溪里，小溪清澈见底，水流湍急。小麦拿着抄网放到水里，脚则在水里踩着，拿起抄网，捡拾着被他吓着跑进网里的鱼。这是一种笋壳鱼，鱼非常细小，但是这种鱼全身都是肉，笋壳鱼的肉质鲜嫩，营养丰富。小麦很有耐心地在溪流上抄鱼，可惜这种鱼非常细小，喜欢躲在石头下，根本看不到。他只能凭借着运气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试探着。他走到没过膝盖的溪里，溪水被他搅拌得浑浊，除了笋壳鱼，偶尔还抓到一两只河蟹。在一堆杂草丛生掩盖的水下，有一只大的水缸。小麦把抄网丢到一旁，把水里的树枝丢到一旁，然后把水缸从水里抱了起来。小麦把缸里的水倒掉，给水缸清洗了一下，把水缸放到了河边，拿起抄网继续抓鱼。看得出来收获并不多，抄网里都是些垃圾和小石头。小麦停止了捕鱼，来到水缸旁细细地打量起来，看是否有破损的地方。检查一遍后，他很满意，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今天虽然渔获没有多少，但是收获了一只大水缸。他背起沉重的水缸，弯腰捡起一旁的抄网，迈步往家行去。经过弯弯曲曲的小道，穿过河流，小麦回到了家里。他把水缸放到了接水的平台上，把水缸挪放到主管下面接着水，在旁边采摘来一点杂草，细心地清洗一遍水缸。
小茂把今天抓的鱼拿来，从篓子里倒出来，那些鱼真是少呀，幸亏还有几只河蟹。不过哪怕再少，小麦也仔细地清洗干净。然后把它们放进炉子里，准备做一顿美味的晚餐。做完这些小麦，开始煮饭。他把米到饭锅里清洗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锅小心地放到灶口上。锅底迅速被柴火弄得灼热，锅里的水开始冒出气泡，慢慢地沸腾起来。他用长柄竹片不时地翻动锅里的饭，以防止粘锅。尤其是那蓬勃燃烧的柴火，始终在锅底烘烤着，绽放出炽热的光芒，如同在寂静的夜晚放烟火一般。将近半个小时的等待过后，饭终于做好了。小麦把热气腾腾的饭锅从炉子上拿下，放到一旁，准备处理晚餐的其他部分。然后他把装有河蟹的锅放到灶台上，高温的火焰马上就让整锅的螃蟹变成了炽热的红色。小麦加入了一些猪油，并不断地翻炒，直到螃蟹煮得透彻，他才停止。接着他又添加了新鲜的野菜，翻炒了一下，淋进了一杯清水，盖上了盖子，看着火焰蹭蹭地烧。他让它充分地炖煮着螃蟹，那锅满是野菜和螃蟹的美食，看起来诱人极了。然而尽管美食诱人，小麦却总是先想到那只他所救助的小猫咪。他从床上轻轻抱起猫咪，然后开始给小家伙准备晚餐。他小心地在猫盆里盛出一些螃蟹肉，放在叶子上，再慎重其事地把螃蟹撕成小块。尽管生活条件不好，小麦还是买了猫粮，给小猫咪加了一些。看着那只收养的猫咪满足地享用这餐饭，他心里终于宽慰了些。然后他才开始吃起自己的晚餐，一个人静静地品味那锅亲手炖煮的螃蟹野菜包。在小猫的陪伴下，小麦吃得津津有味。他享受的不仅仅是那普普通通的一餐，更多的是那自己辛勤努力亲手获取到的美食带来的心满意足。这是他的努力，是他的收获，是他与这个世界与大自然深深的联系与交融。这正是小麦的生活，精神的寄托，也是他的满足与幸福。为了生活，这个女孩子一大早就去工地搬砖。对于生活的苦难，女孩子小麦一直咬牙坚持着。明亮的日头刚刚照在田野之间，她已经开始在砖场上劳动，堆砌起一车车的砖块。尽管搬砖本是男子们的活路，但是小麦却勇敢地走上了这条路，因为她需要生活。一大早，他就忙碌在砖场里，一块块砖头在他手中积累起来。他的伙伴们结束了劳作，但他仍用尽力气继续搬动。经过一天的辛勤劳作，砖车终于满载了起来。当砖厂的老板来结算时，他并没有找小麦的麻烦，而是直截了当地付给他当日的工钱。他拿到钱后，寂静的村落中只剩下他独自踽踽而行的身影。他沿着乡间的小道走去，看向路边的农田里，几个人在种植水稻。他想起来母亲家里是否也该种水稻了。他来到了村子旁边的小商店，
他拿了2罐寿星翁炼乳和几盒酸奶，看看了水果，最后却舍不得买。这几盒酸奶和炼乳快花了他1半的工钱。回到家的小麦宠溺地抱起猫咪，逗它，然后拿来猫粮给它吃。而忙碌了一早上的他只喝了盒奶。他再给自己留了1盒在家里，其他的则装在袋子里，准备拿去给母亲。他把早上挣来的钱数了数，放进了储物箱里，然后拿起手中的物品向继父的家走去。我们看到他的酒鬼继父正在家里自言自语，喝着广西的宫本包，还抽着越南人最喜爱的抽的水烟筒。喝醉了后便走到床上睡觉了。小麦轻手轻脚地来到继父家门外，在门外悄悄地往里查看着，生怕继父发现异样。看到继父睡觉的小麦才放下心神，没有看到母亲的小麦则四处地看望着。来到屋旁的一角，才看到母亲在地里种着水稻。他犹豫着，把带来的东西挂在了房檐上，而自己则转头想离开。想到母亲在自己生病的时候照顾自己，想着曾经母亲的好，他还是无法让母亲自己一个人这么辛苦。他先是叫了2声母亲，听到应答后，他急步地在田埂上跑来，和许久未见的母亲抱在一起，只是随便地问候一下，他就脱掉鞋子到地里来和母亲一起干活，开始一起插秧。太久没见，2人似乎聊不完的话题。他把与母亲分离的牵挂和担忧藏在心底，只是把这段时间生活的点滴告诉母亲，只挑好的说，痛苦的遮掩起来。他们在田野里聊天插秧，很快就种了1大半的地，苗种用完了。母亲带着他来到育苗的地里，他熟练地把这秧苗，拔好的秧苗还要把泥土打掉，不然太重了，等会不好拿。而母亲则是回去给他拿了一把凳子，母女边诉说着家长里短，边拔着秧苗。终于拔好了，他们抱着秧苗来到地旁，把秧苗一把把的分开来丢到地里，以便等会种地的时候更好拿。随后来到刚才未种完的地里继续干活。时间来到下午，2人终于把1大块地种好了。看看天色已经不早，母女结束了一天的耕种，回到家里。小麦不忘拿下今天早上买来的食物给母亲。他们来到家里的水池边，清洗了装秧苗的盆子，还有满是泥土的手脚。母亲要留小麦在家吃完饭，但是小麦想起继父，却不愿意留下来。母亲也考虑到小麦的担忧，便没有强留，而是悄悄地回到房子，在烤火架上拿下了1块烟熏肉给小麦，还给小麦拿了1把竹片。看着小麦离去的身影，母亲流下了泪水。回到家，天已经全都黑了。小麦把回来时点燃照明的竹片放到炉子里，填上柴火，大火猛烈燃烧。小麦把熏肉放到火上烧着，然后放到水盆上清洗干净，准备天的晚餐。忙碌了一天的小麦给自己做了一餐熏肉炒青菜，伴随着火光，小麦吃着久违的大餐。坐在火堆前，他享受着微弱的炉火温暖，吃着这道香甜可口的菜肴，满足的微笑挂在脸上。